三国时期的官服什么样？若天下无我，就是前称王，元称帝。这天下是我大汉刘氏，我身为汉室宗亲，这皇帝就应该由我来做。天下之治在于皇帝，在于诸位忠臣，你是威篡帝之辈。浪花淘臣有一计，定能让那董卓有来无回呀！宋代的军队都有什么样？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参北斗啊，生死之交一碗酒啊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人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回头啊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嗨呀，一儿呀，嗨嗨。明朝的军队都有什么样？常言气江山北望，龙骑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谁能相抗？人欲狂，肠道所向，多少生物中魂埋骨。唐朝与明朝的皇帝是什么样？你四叔来找你来了。公元221年张武元年，夷陵之战的前夕，朝廷的赋税又开始加重了，道中也所剩无几。唉，看来又要打仗了。夷陵之战的第2年，季汉在惨败中未能恢复过来。吃食又不够了，唉，又战败了。夷陵之战，我军惨败，钱饷又少得可怜，以后可怎么办呢？公元263年景耀6年，夷陵之战的数十年后，夷陵之战败了又如何？谁占此地也改不了我氏族的身份，又能怎样？哈哈哈哈！事实撼露，臣今日无力解围，宁死不降。陛下曾向臣去矣。哎呀，做了个梦，太真实了。上号，一起打率土之滨，重新来一把，一起讨伐征战。来率土之滨，改写遗憾的历史，为浪漫的季汉画上句号。这个人物和他的盔甲，大家认识吧？如果是历史中的，那么什么样子呢？
秦国盔甲啥样？很多人不知道盔甲的防御性，有人说把这些甲片的绳子砍断就没有防御性了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在历史中，关羽的装备什么样？我现在这一身呢是演义中的关羽，手持青龙卞月刀，身穿兽面锁子甲。那么历史中的关羽什么样子呢？我这一身是历史中的关羽，身穿筒袖铁甲，手持马槊，头戴五冠。唐刀的威力是啥样？这头猪呢会模拟人体。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唐刀的四方，发现有很难特点，所以说搞这还是有效果。摧毁盔甲的钝器威力有多大？这次我带来了必杀技冷断，这次我选用了铁锅的王。别看他们个头不小，威力挺大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被打破了一个洞。木杆难以支撑，断甲基本无损。五斗的两连斩让头盔彻底变形。2次打击后，铁胄出现凹痕。大明的皇帝穿什么服饰？你才是真正的太平天子。面对重甲战，
如何击败辽远可真是运气，但是这种功力，也是这种高高的实力，这是关键。让我们挑选一把钝器。这是一支辽点，只有促进度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威力。这是一块加长的头。其打击足可以致命，减毫发无损。猜猜我是什么时期的士兵？现在高精武将的装备什么样？手持枪，配刀、中剑，还有洋人的这玩意儿。我是一名猛将，那么拿什么武器呢？配得上我的只有锤。此锤重30余斤，疾驰如风。那是影视剧，真正历史上的锤就这么大。它们有着不同大小，都是数斤重。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锤的威力。第一击呢，肋骨已经断了，还连点肉。甲的部分似乎完好，但是猪肉部分已经断掉了。我们把猪排放在桶上，已经断掉了。甲天有凹陷，头盔断了绳子。Sight them up, we satellite stars in the army of all. People take the border, tactically place MC from every corner. One on a rude boy, grab the barrier, 4G, ambush them with development techniques, the nose. They got bullet at the if we take the paper, so will you get back one? 大家好，我是一名唐军战士。刀剑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，那么我们平时带什么呢？请看。兽又分马兽和步兽，我这只是步兽，特甲超强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什么才是盔甲克星？斧子还是骨朵？弓还是弩？是枪还是射？是锤还是棍？是枪还是铳？都不是，是他。子弹扣甲破甲锥。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。清代的士兵与军官盔甲啥样？浩气傲笑萬重浪，熱血熱星紅日光，膽似鐵打，骨似精鋼。清代的将军盔甲什么样？
我是劫持四省大将军，杀了你。话说在历史中，东汉末年时，有一落魄世家少年，此人侠肝义胆，仗剑独行，游走边荒，好打抱不平，常与羌人等异族等结交。年少成名后，担任官吏，因匈奴常骚扰边境，他领兵大破，斩获千计，忽有自是将这名青年将军推入朝廷公府。延熙9年，鲜卑人入塞，与叛乱羌人联合，对抗大汉。此时壮年的他也被朝廷派用，负责平定三州叛乱。随着不断的胜利与军功，占其手里俘虏万余人，他也步步高升，并把钱财全部分给下属官吏军士。随后又参与镇压黄巾起义、凉州之乱等战役，名扬天下。后又率军进京讨伐乱党。随着权力、军力不断增强，曾经的少年也被蒙蔽双眼，吞并有林，诛杀忠良，废帝立新，树立权威，不择手段，直到现在众叛亲离，惨死在曾经最激进的权力上。历史中不同的立场，不同的选择，是对还是错呢？只能留给后世之人了。率土之滨全新 GV1 模式 IC 赛季讨逆建功即将开启，动如动卡皮肤，折剑传风全新上线。清代军装前后期对比。古代士兵盔甲种类都啥样？古代士兵的装备都有哪些？中国最头盔甲有多帅？途经多少年，你说江湖是一道魂，天边的云开了一扇门。若你说江湖是一条河，千年的眼我也望不穿。这是1比6的长甲。天道天将成就，你在同时能说风不住，我的往事一般从心上。爱埋藏灵魂，我眼前的双手，每朝不放下之后。常言不坏，小草多情都，大多地上马点残草。
现代侦察兵与古代侦察兵。古代百姓穿的汉服什么样？人物杰出的中国历史上，有这样一个人，他一生跌宕起伏，充满了奋斗、情义和不甘。若干年后，他已然成为了一方霸主，不断征战，逐鹿中原。此时，仍不忘身边兄弟，委以重任。你也可以在率土之滨游戏里跟皇叔一样倾力治国，不同时期选择不同政策。张武元年221年7月，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防御战役打响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率土之滨里体验火烧连营玩法，新增建筑木栅营，善用火或避火也是兵家之辈。有人为民丢江山，有人为利失社稷。武功惨败，他错了吗？他对了吗？他值得吗？当然，你可以回到率土之滨中，体验真实地形高低差玩法。玩家可占高地，有更大视野，范围普及。想要与兄弟们同仇敌忾，团结一心的世界，那么来率土之滨吧。大唐胡人将领盔甲什么样？古代士兵穿什么衣服？在没有穿甲胄之前，我要先穿一身军服。这是早期士兵衣服的样子。在未穿甲胄之前，我还是会穿一身军服。我现在这一身军服，在大多数军队和朝代才有。军服颜色不同，所辖部队兵种不同。在没有穿甲胄之前，我的军服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我穿的军服，朝代中期才有这么多。在没有穿甲胄之前，我的军服是这样子的，用服也有长短之分。风雪卷刃，说风同孤舟，搅得乱世一般领巡守。海外笑点眼光，黄云天地愁，酒醒红杯酒不曾下枝头。昂颜入怀，要操作运筹，踏破飞沙，把阵阵透透。体验一下古代头盔的重要性，看看先是哪个幸运儿的。锻造的铁盔只出现了凹痕，并无大碍。表面出现了少许凹槽，还行，不是什么很严重伤害。只有轻微的凹陷，还行，不是什么重伤害。我们惊喜的发现，西瓜里面都已经成碎末了。大家总问穿盔甲重不重？我们称一下卫神甲的体重。现在我没有穿盔甲。现在我身上是满配的甲胄实战装具，我们来测一下重量。
甲胄才50-60斤，不是很沉，而且它是全身分担重量，穿戴者的手啊、肩啊、腰啊也分担了重量，而不是抱一个体积的铁轴在走路，所以说很灵活。对马岛作战的援军什么样？我现在正一身身吧可以作战的装具。斧子的威力有多大？今天出场的钝器是斧子。斧子在我们日常中很常见，劈柴生火都离不开它。那么它的威力如何呢？大中小三种战能否破甲呢？大家可以看到啊，盔甲毫发无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血盔毫发无损，一点没有破裂。什么是私藏甲胄？在现代当然不违法，而且失传的甲胄正在不断的被复兴，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体现武备精神的同时，又可以知道各个朝代不同的文化发展。而且国家之时，推广科服讲座等已经普及开来。如果在古代就要发配充军了，严重的话会影响你的亲属、友邻、朋党，全部处死。唐代的百姓什么样？又有哪个生来愿做草寇？脸上带着2行金印，一生被世人耻笑。心在山东，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绝句。他是若随凌云志，敢笑皇朝不丈夫。安史之乱中，叛军的装备什么样？三国时期的军队都什么样？蒙古人的盔甲什么样？